在干什么？尔淳，尔淳，姐姐呀，开门呐！尔淳，尔淳，尔淳。咦，孙大人，你也在这儿啊？玉莹小主吉祥。大人你有礼了。妹妹呢？姐姐，我在这儿。对了，尔淳，今天天朗气清，我们去御花园赏花吧。哎，玉莹小主恐怕要稍后，因为下官刚刚替尔淳小主把了平安脉，她要休息一会儿。要休息？是啊，姐姐，我刚才有点晕，不过大人说我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哦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小心点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嗯，那有劳孙大人你了。尔淳小主，刚才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我可以让娘娘治你死罪啊！刚才如果不是我及时施针，你已经气绝身亡。就算我死，也不用你救我。不是我要救你，是徐公公要我救你。义父，我希望你以后合作一点，做一个听话的病者。治病我可以帮你，但是心病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喝口茶。哪还有心情啊？你把头转过来看看，就有心情了。还不是茶？怎么这么多银子啊？是不是我的丝袜？我已经做了一次了，这些就赚的钱，手工换来的钱。你笑了？谢谢你啊，小路子。10两银子还不够，我们可以多跑几趟，多绣几条丝帕买。至于这些银子，我明天会送给你乡亲。你放心吧，只要请到大夫，你奶奶的病一定会好的。我奶奶现在身在济南，鄂公公又不让我提前出宫，你让我不担心才怪呢。你今天求过鄂公公吗？难怪你对听兰他们这么烦躁。你以为我拿他们来发泄啊？在宫里当奴才，有一个字我们一定要懂，就是个错字。我们做事不能有所差错，做事不能出纰漏出错，很多事做错了是不可以改正的。我们奴才服侍主子，做得好，做得妥的，你以为是为他们？说穿了，我们是为我们自己。因为做错一件事，要认错，可能不只是用嘴，或是用你的膝盖，而是用自己的命。听兰他们还小，慢慢教吧。我也想，我不知道多想教会他们快点得心应手，等到我离开的时候，你能放心。虽然你出不了宫，但是你奶奶可以进宫嘛。等她病好了，可以雇辆马车送她来京城，你们就可以相会了。说到底就是一个钱字嘛，总会有办法。这张如意被褥是娘娘那天遣派我们奴婢准备，以贺小格格满月之喜，请娘娘您过目。安妾，你的刺绣功夫真是精巧细致。娘娘您过奖了，这张如意被褥是我们钟粹宫这些姐妹集腋成裘而绣成，并非安妾一人功劳。提起钟粹宫，宫里个人还好吗？钟粹宫如今一片清贫，有劳娘娘您操心了。怎么能不操心呢？眼看那天淑宁和袁琪二人接二连三的出事，如今虽然一片清贫，只恐怕是山雨欲来。安妾，本宫一向知道你心思细密，在钟粹宫那些小主里边，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，你总会略知一二吧？回娘娘，袁琪小主当日铤而走险，实属不智。至于淑宁小主不幸疯癫，也只怕是天意无常。至于其他小主，他们个人都安守本分，全心全意侍奉皇上跟娘娘各位，只怕安妾真的看不出有什么葫芦卖什么药。鄂公公对安茜的种种形容的确所言非虚，
鄂罗利他曾经向本宫提及，说安妾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为了照顾乡间有病的亲人，曾经要求提前离宫，是吗？想不到安茜的这心情谊，不只是对亲人，更惠及宫里各小主。安茜只不过是以心行事，知无不言，请娘娘你明鉴。本宫只是个寻常人，就一双手一双眼睛，而每天前来要本宫明察明鉴、明辨真伪的是是非非成千上万，本宫能应付得了多少？如果能够把麻烦事防患于未然，本宫就少点功夫。淑宁的事绝非天意，只恐怕是另有高人想在宫里兴风作浪。这个人，本宫容不得。只要你把这个人查出来，本宫自然就会偿你还乡这个心愿。怎么说你也不出声，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？那我再说一次啊，如果这个误主是同一个人，又难得住在宫里的话，我们找这个恩人说声谢谢也很应该啊。或者那个是白头宫女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心，不用日思夜想了。喂，开玩笑吧，不用不理我吧。有什么事啊？找哪位？请问两位，哪位是空屋孔大哥？公公有礼，我就是空屋。找到你们就好了。小人常永禄，是如意馆的内侍。不知道有什么事呢？那天听林公公说，有两位在索伦干当护军的大哥可以有门路出货，所以专程来，希望两位帮忙运出货物。我不是很明白公公的意思。孔大哥不要误会，小人并不是内务府的人，不是来查探些什么。只不过林公公一向吃钱吃得太多，而小人又急需要银子救命，所以才直接来找你，希望你们可以帮个忙。这幅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是乾隆爷的珍藏。我知道升平里古月斋附近可以卖到好价钱，我可以多加一点车马费给你们。常永禄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？那条丝帕才卖1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才够啊？你给我过来！丝帕。喂，你拉我去哪儿啊？回如意馆。回如意馆干什么？趁没人发现，赶快把东西放回去。馆里的画件丹青成千上万，少一张哪有人知道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这已经够了。私运财物有违宫规，偷一幅画也有违宫规，一样都是有违宫规，你何苦在这个时候计较呢？两者根本没有分别。有分别。我私卖刺绣不错，有违宫规，但是情非得已，我也没伤害其他人。但是你现在盗人财物，这是不义之举。你也念过圣贤书，应该比我更知道当中的分别。我知道，但是要筹足25两，还得有多余的钱接你奶奶上京跟你团聚。他日还要搭上顺贞门那帮人，什么都要钱，就得有赚钱的方法。你不如就当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没看见、没听见，不就行了？如果我可以违背良心这么做的话，早就已经跟如妃娘娘说了。我何必为了见奶奶而忧心到今天呢？他又要你干什么？娘娘怀疑钟粹宫里面的答应小主对她有异心。我也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向娘娘交代。又是那些主子勾心斗角，拿我们来做磨心。安茜，见奶奶重要，如妃娘娘的人情你就受了吧。为了一己私心出卖他人，我又何尝不是无耻？不以穷辩解，不为财易志，这话是你教我说的。如果你让我出卖他人，跟你为我盗窃财物，不一样是无良不义？不错，孝心是很重要，但是人如果没有良心的话，那还怎么说孝义呢？走吧。
原来两位也听说了安茜的苦况，难得两位大哥能挺身相助，小人无以为报。公公不要太客气了。公公不用说无以为报啊。其实我们呢也有点事想公公帮个忙。帮忙？是啊，公公。我想问你，这条丝帕是不是安茜姑娘的？这条丝帕的确是安茜姑娘较早前让我变卖的。那这条呢？这条我没有见过，不过看针法跟式样，也像是安茜所绣。这么旧，可能是她很早的时候拿出去变卖的。有劳了。两位如果有主顾想买这种丝帕，小人日后一定会想办法。只不过，你们看见安茜姑娘，千万别提这件事，因为人在宫中，要卖物赚钱，始终有违宫规，也不是件光彩的事。希望两位明白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怎么了，公公？你不相信我们俩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只不过现在苏老太太下落不明，而且除了安茜，苏老太太就没有其他亲人了。